奥修的名言，优越感只不过是自卑感以倒立的姿态走路。赛斯、佛学、易经、老子会如何诠释？赛斯在他的教导中强调个体的自我创造力和自我实现的力量。根据这一观点，这句奥修的名言可以被诠释为：当我们感受到优越感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试图掩盖我们内心的自卑感，并透过追求外在的成就和权利来填补这种缺失感。这种反向的姿态走路是一种伪装，一种回避真实自我的方式。赛斯认为，真正的力量和自我实现来自于深入了解和接纳自己，并与内在的创造力和智慧合作，而不是通过外在的虚荣追求。佛学强调痛苦的根源是贪、嗔、痴，并提倡通过悟道解脱。根据佛学的观点，这句名言可以被诠释为：优越感是一种贪心的表现，源于我们对自己的欲望和执着。当我们努力追求地位、外在的成功和虚荣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逃避内在的不足和无常性。这种逃避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佛学教导我们通过关照自己的心灵和执着，超越优越感和自卑感的对立，达到平静和解脱的境地。易经是一部古老的中国哲学经典，关注变化和平衡的原则。根据易经的观点，这句名言可以被诠释为：优越感和自卑感是一种对立的极端，彼此相互依存并产生相对的价值。在易经的哲学中，没有绝对的优越或自卑，而是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和变化。这种倒立的姿态走路可能是一种表达，提醒我们注意到这种极端对立所带来的不平衡。老子，根据老子的道家哲学观点，这句奥修的名言可以被诠释为：优越感和自卑感是由于人们执着于外在的功成名就和社会地位而产生的。这种执着和追求外在的价值观使人们失去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老子提倡返璞归真，回归到无为而治的原则，超越虚荣的追求，并融入宇宙的自然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倒立的姿态走路象征着违背自然流动的方式，而真正的智慧和力量来自于顺应自然的道。这些诠释仅代表对奥修名言的理解，各位学者和信徒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和诠释方式，因此可以根据个人的信仰和理解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奥修的名言，第一个爱就是爱你自己，然后其他的爱才随之而来。赛斯、佛学、易经、老子会如何诠释？赛斯的观点中，这句奥修的名言可以被诠释为：爱自己是建立健康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实现的基础。当我们真正爱护自己，接受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时，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积极、充满自信的内在状态。这种自我爱不是自私的，而是一种智慧和无条件的爱。通过爱自己，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爱和关爱，并将这份爱无私地分享给他人。佛学的角度来看，这句名言可以被诠释为：爱自己是培养慈悲和无我境界的基础。佛学教导我们超越自我中心和执着，培养对自己和他人的无条件慈悲之心。通过对自己的爱护和接受，我们能够开启内心的慈悲之源，并将这份爱无私地延伸给他人。爱自己并非自私，而是通过理解自己的苦与悲，更能理解他人的苦与悲，从而以慈悲之心关爱他人。易经，根据易经的观点，这句名言可以被诠释为：爱自己是实现内在平衡和和谐的关键。易经强调阴阳的平衡和五行的调和，而爱自己是实现内外协调的基础。当我们爱护自己并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健康时，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稳定和调和的存在，并能够更好地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
爱自己也是一种自我修炼的过程，通过这种修炼，我们能够深化对自己和宇宙的理解。老子，根据老子的观点，这句奥修的名言可以被诠释为：爱自己是实现内在和谐与达到与道的合一的基础。在老子的哲学中，道被视为宇宙的基本原理，它包含住无限的智慧和无条件的爱。当我们学会爱自己，我们实际上是在与内在的道联系，并展现其特质。这种爱是一种无条件的、超越个体利益的爱，它能够溶解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分隔，实现和谐的共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诠释只是对奥修名言的一种理解，每个哲学体系和思想流派都有其独特的诠释方式。不同的学者和信徒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和解读，因此这些诠释仅供参考，您可以根据个人的信仰和理解进一步探索和思考。